双修这个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真的，因为对双修大部分在中国讲的其实很多骗子，就是他打着双修的名义，其实就是骗女信徒，这种坏分子不少。对，然后真正的双修呢？啊，你说，我个人觉得双修肯定是有的，是有的。我确实看到法本也是有，就是不是纯骗，但确实是这一行里面骗子太多了，所以他会给大家公众有一个非常坏的印象，就是说一棍子呼死嘛，就会说你们这帮搞双修的人绝对就是一帮淫棍，天天在家里面开淫趴，就是人家肯定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呢，真的严谨的双修呢是存在有的，而且他们有非常严谨的仪轨和他们需要遵循的一些规则，但里面对心性上有个要求。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东西，其实最后 call back 都是你的心性是什么。那里面有个心性上的要求，就是说你首先对于男女之爱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生理需求，或者是说你的心理的需求，你是已经看破了的。就是我今天双修的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我是通过某种状态，我激发你某种身体上的状态，从而使你感悟到一些真正的真谛，或者说是按照你说出体也好，灵魂也好，是接触到那个更高的维度的知识。他再说悬疑的是希望你脑中的某个波，我记得好像是阿尔法波还是什么，他希望那段时间在高潮的时候给你延长，那在那段时间内你能不能够证悟空性，他在等这件事情。但是我作为一个客观，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捷径吧。对，但是我就是说到心性，那我客观我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心性到没到呢？或者说我怎么知道你今天说好跟我双修，你是奔着男女关系去了呢？你还是奔着那个什么还是奔着你这样让我开悟去了？那我人心隔肚皮，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正你真的你的那个算盘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呢？对不对？对，我要是证悟空性的还好说，但我没证悟空性，你最后又来一句是你这个能力不够啊，你这个下次吧我给你安排一下下个星期三行不行？再星期三。那就变成床辈啊！你这就是长期，最后再还反打我一钉耙，说我这个人慧根不够，还要再多睡几次，那你就完全陷入他的叙事循环了。那你整个就是一个弱势方，然后你就被他不停的控制。所以我就说我有个 metric， 我有一个标准是什么？你不是突破男女了吗？第一，这个女的你不能选，我是一个好看的，我是一个难看的，我是一个长得符合你审美的，是你的菜的。还是我是长一个根本不是符合你菜，你都不能选。你作为老师，你不能选徒弟的。对，你告诉你要选，你说哎呀这个女生，哎呀长得不符合我三观，哎呀这长得太难看了，这身材太差了。那我就说，那你可能真是在选妃了哈，你可能不是在搞双修了哈。对对。然后我这还上升了更高，我说你既然能看破这些东西的话，你认为按照佛家最深的来说，一切皮肉之相那都是虚妄的话。那你都可以做白骨观的话，那我说，那女的不行，那我换个男的不是也可以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指引我？你要找个女的呢？那男的行不行？那你必须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啊！你要是最后挑拣拣的，要这个要那个，那我基本上我会把它否定。我说你这可能是个骗子。对。那你要真正做到白骨观的话，那我就说，你现在胸前抱的那是一具白骨。那这具白骨至于是男性的骨头还是女性的骨头，其实无所谓的。你真的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就认可你是把这个事情真正是完全的放下。你不会跟我说，哎呀，男的好恶心啊，不行啊，这样那样。那我说，那你不是还是着相吗？那你不是还是你不还是看重他那个身体形象吗？我觉得双修的话，他肯定要两个人水平差不多，不能说是一个人水平修为很高，一个人修为差很多，就是他理论上是要很高的，就是这个我知道，我看了法本时，他理论上，比如说那个师傅要是非常高的，他请的叫明妃，他需要一些女信徒叫他的，也不叫信徒吧，可能那些人也有一定的水平的，他都是水平稍微比较高，也可以出去带别的徒弟的，他需要那个明妃跟他两个发生男女的关系。然后达到高潮，那个时候证悟空性，他相当于是个老师在教那个明妃怎么证悟空性，至少我看的版本是这样子的。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男性的弟子在观摩，他要看这个过程。
啊，那还一整套仪轨呢。我觉得仪轨那些东西，反正你要能说得出原理才行。那有的他那做仪轨，他就是装神弄鬼啊。对，他说出原理了。现在我看了有原理的解释，就是说，你其实是要把脑波调整到某一个频道，它其实要调整频道。之后这个在科学上倒是有验证，就是我发现很多灵魂出体的人也好，或者是入定哈，进入一个很深刻的定中的话，其实你的脑电波本身是有客观变化的。就假如说我给你装满仪器，我把你头上全部插满各种 sensor， 然后你进入出体的状态，或者你进入入定的状态，我在那边观察，我是能看到你脑部波动的变化的。这个很多人都做过实验，确实是有的。那么呢，同样的原理，他们也用在了所谓的高潮上，就是说你在进入高潮的时候，你的脑电波也会有变化，而那个变化跟他们很多宗教上变化是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有一种学术假说，就是说他如果不是诈骗的话，他可能搞的事情是想把你的那个脑波给引出来，他是要那一节脑电波，他要的是那一节波。对，是那个意思，就是通过这个情境让你进入一种特定的状态，然后他想办法让你在那个状态里边去修炼，去提升自己。我觉得这属于一种捷径，但是呢，它的操作难度就像你说的，它的这个需要考虑的这些东西太多了，而且它涉及到这种世俗层面的东西，很容易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对啊，那我就考验他，我就说一句，我说我现在是个同性恋信徒，你正好长在我的那个，你就是我的菜，我现在也想来参加你这个活动，那你作为一个上司，你帮不帮我？他说那你就考到我了。那你帮不帮我？如果他真是一个有修为的，他肯定就会帮你。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双修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它需要促成的条件太苛刻了，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或者说国家很多时候就讲到说，你真能修到白骨观的话，那我就觉得你胸前抱的那个，你就像欢喜佛嘛，你胸前抱的那个到底是个女性的形象还是男性形象？我觉得如果真到佛那个境界是无所谓的。我觉得它之所以叫双修，它并不是说一方去帮助另外一方，它是双方同时提升。所以我认为它是两个修为差不多，或者说至少是互相都是明心见性的那种，就是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也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就是大家都是同修很多年，然后但其实如果他双修搞了自己的，对，其实我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如果真正看过一些知道一些细节的，他就会告诉我说，他其实可以反驳我一点，他说那双修里面要弄出红白两种模拟宝珠，那个其实就是说他最后那个红模拟宝珠相当于是血，然后是那个精髓是女生那边出来的，那白呢是男生射出来的，他要把这两个东西要弄出来，那个最后那也是有作用的。他倒是可以反驳我，他说那我如果两个都是男的，我怎么去给你搞红白两个模拟宝珠出来呢？怎么？他其实也一定程度可以反驳我。所以我一般这个问题就是个递进式的，我每问到一层呢，我就会看到他到底是知道多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不重要了，你要睡觉了。但我只是想告诉你，就是说我有时候做一些思想实验，其实我的目的呢不是挑刺儿，我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说我看他对某个东西他的看法到底是到什么渠道，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侧面，从什么样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再去感受当下，我觉得你的方法是对的，只是说我觉得当下不是大家都说这是末法时代嘛，我觉得当下就是大张旗鼓的去搞这些双修的，可能说99%点后面100个9都是骗子，就是真的有这些能力有这些方法的人，如果他们要做这种事情，他们一般都是保密进行的，不会说是公开的，或者说是大张旗鼓的去干这些事情。那我给你讲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不是都是四川的吗？四川周围不是有很多周围有很多藏区吗？
有一些寺院里面他们其实是有这些事情的，而且他也不避讳。哎，我就这一点我倒觉得那些人是真的是大修行人。你普通人其实如果你心中真的没有放下男女之大防的话，就是你觉得男女那点事儿是一个比较羞耻或者很隐私的事情，我觉得你是不能突破那个心理障碍，一堆人还围着看的。但他们双修确实是他是允许他周围的徒弟全部都在观看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仪式，他们是要从中学到一些知识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他是会邀请人去看，他的学生在周围是要看的，他会教你的，他的学生会在周围看。那我说你能让人家在你旁边，至少有一点哈，我就说你在心境上你突破了一点，就是你已经愿意把这个事情展示给别人看了。当然他们不会像今天这样说放到网上给大家看了，当然在今天看的还是个小圈子，他是给他周围的学生看。那这么说，那个拍 AV 的他们心性更高。哎，我确实看过台湾有专门有 AV 的访谈，就是访谈那些 AV 的女优，还有一些导演，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对性的看法，我觉得还蛮深刻的。就是怎么说吧，他们应该是最不容易被性诈骗的人了，就一起。就他已经把这事情看透了，就是对这个看淡了。这个叫真正的话，就是说他经历了很多了，他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么回事儿啊。对，这个我是觉得是真放下，不是嘴巴上的放下。对对，我今天来就是就这个男女这点事儿，我已经看明白了。我今天能接男客，我明天导演要求说，哎不，我们今天不拍 A 了，我们拍其他的，我给你换个男的来，你也能演。就他已经完全把这个东西就放下了之后，这个东西只是一份工作，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没有别的任何意义了。他能把这个东西全部解离开了。对，是这样的。不然的话，他怎么去干呢？去干的专业呢？而且你还不能选客人，你也不能选，你不能说啊，我给你个例子，那我说搞到最后，你到底是在拍 AV， 你还是在选妃啊？你还在挑挑拣拣啊，这个长得不好看不行啊，那个不行，你东挑西挑的，那你这是付费嫖娼还是怎么着？哦，你这是收费嫖娼，你这还不是付费，你这是收费，对吧？对。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是真看，有些时候你又放不放得下。我的一个客观判断标准就是说，那我得拿点事去试验你一下，你要真都能过的话，那我觉得你确实这个事情在你这就已经不是事儿了。对，就他觉得这个事情就不是一个事情，那我会想，对，确实一个人的心性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对，就看他有没有放下。好，那我继续刚才那个问题，我有个刚才那个是 Part A， 我现在有 Part B 来问了，还是那个男的，他不是他放下了吗？对不对？对，我们假设他说现在他不跟那个女的不分开，主要那个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不是，他那个女的现在还不能承受这么多东西。OK， 好，还是那个男的。某天那个女的确实因为别的元素想开了走了，反正就是不跟他在一起了。好，现在他恢复单身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假设说这个男的长得比较帅，有另外一个男的喜欢上他了，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呢，但是从英国的角度上说的话，这个男的好像如果你拒绝他的话，其实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那你说现在这个人该怎么做呢？你说的到底是哪个人？是就是刚才那个和那个女生在一起的那个男的。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就是用一下 ABC 这个代号？假设说刚开始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男的是 A， 我刚刚说A 说自己已经放下了，然后跟那个 B 跟他的女性伴侣说我跟他其实是某种依赖，不是因为他没有放下，所以说我现在是主打一个陪伴，所以我们的关系还是保持着。那我们就说，在某种机缘下，这个女性 B 她确实也放下了或者走开了，怎么样？A 重新恢复到单身。但我又有更难的版本是 A 还不是单身。那好，那 A 现在恢复成单身了，在 A 单身的时候，我们假设说 A 长得还是很帅的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个 C，也是一个男生，那这个 C 他爱上了 A， 而且他需要这段感情，那你说这个 A 现在该怎么办呢？那这个 A 和 B 它不是已经分开了吗？ A 和 B 分开，那是 C 呢？A 和 C 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分开了，那不就放下了吗？
啊，对啊，现在 C 又出现了，现在换上 C 了。如果我觉得一个人啊 A 和 B 真的分开了，那这个 C 不管是 C 还是 D 还是 EF 啊，我觉得 A 都不会在意这件事情，就是他会，就是他不会这么耿耿于怀，你懂吧？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A 他知道在姻缘当中，这个 C 确实跟他是有些事儿的，比如前世怎么说，但是 C 在这一世他是个男的，这个 A 也是个男的，现在 C 喜欢上 A， 你这个 A 该做什么？你可以给他唱个啊 ，C 喜欢上 B 吧？不 ，C 喜欢上 A。C 是一个男的吧？对啊 ，A 也是一个男的呀。对啊，这个 C 喜欢上 A。对啊，这个难度就在这个地方。这个他们还是这个男的这种关系。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 A 应该怎么办是吧？对。我觉得那 B 也不会在意啊，因为 A 和 B 如果他真的不是 B 在不在意，是 A 他怎么选择？你先说一下他有哪几种选择？没有，我就说这是个开放题，这是不是个选择题？我说 A 该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A 可以那我硬要选的话，我说 A 可以先是唱高调的说，哎呀，一切这个情感在世间都是幻象啊，所谓男欢女爱、男之爱、女之爱，什么什么的东西，其实都是一种执着。然后我可以讲这种话，我可以讲一天，讲完之后就说你应该放下，这是一种 A 可以干的事情。第二种 A 可以干的事情是说，我们俩是不合适的，你是个男的，我也是个男的，我们怎么可能呢？好，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而第二种情况其实处理起来是最简单的，对吧？就一句话就结束了，我一定要扯那么多。刚才我说第一个人选择还讲哲学，给你讲，哎呀，什么什么都是执着，哎呀，又是金刚经啊，一切皆为幻象啊，怎么都是男。然后自古爱情多为痴恨啊，最后都是不得善终的啊！你看以前我和 A 和 B 啊，这怎么样，啰里吧嗦的，反正可以讲一天。然后第二种选项是最简单的，只是说，你看你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啊，咱们这样不行的啊，屁儿结束，一句话结束啊。第三种情况呢，就是 A 说那行，那我们就在一起吧。其实你刚才讲这个问题，那跟 B 没有啥关系啊。是没关系啊，我一直在说 A 啊，就是 A， 我刚才一直在说 B 嘛。哦，那我说错了，那就是 A， 一直是 A 为主角。我觉得像这种感情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关系处得太近，可能会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不是，我是说那个 C 来了的时候对 A 的挑战，那个 A 会怎么选择？你觉得 A 该咋选择？如果 A， 反正 A 之前给自己立了个 flag 嘛，说自己是给自己立了个 flag， 说自己是已经放下了，把这些感情的事情他早就已经看透了。我们相信 A 是个抉择。A 跟 B 说的 ，B 是原来他的前任，他的女友。然后他说我已经放下了，这个事情我是看透了的。那这个是他给自己立的人设。那现在 A 现在又遇到了 C 是个男的 ，C 现在对 A 表达了爱慕。而且 A 我再加了个限定是 A 如果通过姻缘看出来是确实之前他们是有过事儿的，在前几世，那现在这个 A 该怎么办？我觉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行了，就是那他该做什么呢？他该想做什么？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他如果立过 flag， 如果我觉得人其实都是会变的，没有说是啊，我小时候发一个誓啊，我长大之后一定不干什么，或者说是不吃什么。那我长大，万一我口味变了，那我真吃了，那你又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变动的东西，就是所以你说刚才我那个选项，你说3选1，你选哪个？或者说你3个都不选，你有个第4个选项？我觉得主要是跟着自己的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跟着自己的心走吧。就是你觉得怎么处理的话，你不会觉得遗憾就好了。如果你这样选择了之后，你之后会遗憾。包括很多时候有人问我，哎，我到底该选 A 还是选 B 啊？我一般都会告诉他，其中一个答案，然后呢，他会觉得这个答案不妥，然后去选择他认为合适的。就是，其实我不管说 A 还是说 B， 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在听到我这个回答之后，
他内心的这个反应，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只要选一个你自己不会后悔的就行了。就是这个 A 不管怎么选，其实都无所谓，主要是要选一个他自己选了之后他不会后悔的事情。只要他不后悔，他怎么选都可以。你是这样子选的 ，OK？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选的，就是因为他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你不能说是通过逻辑去分析。你看啊，这就是我这当老师讨厌的地方，或者当教授讨厌的地方。我就经常跟人家聊着聊着就来出了一道题，因为我有时候是做思想实验，我跟人家聊天，我就喜欢弄个题出来，说那把这个题来弄一弄呗，你看这个情况该怎么做。这个题是我比较喜欢经典的一个题，因为这个题坑比较多。这个不管你说是吧？对。这个其实细分起来，这个事情是可以细聊，这挺有意思的。对，主要是你可能没有讲得特别清楚，然后我对你说的这种选择还没有那种代入感，所以我也不太好做选择，就是我知道的信息太少了。那我再重新说一遍吧。咱们再聊一会儿，我该睡觉了。对，12点，要直接就这儿打住吧，12点了。我们可以这个其实可以到时候单独起个条聊。这个其实细聊下去的话，这要揭示出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先讲个背景嘛。我之前想到这种题，其实就是在回应一个宗教中，尤其是密宗中，他们最喜欢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双修这个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那今天就到这儿吧。对，咱下次再聊。到时候我再去告诉坑，对吧？好，谢谢啊，拜拜。没有，拜拜。好，拜拜。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